我学校毕业就22岁了嘛，我同学就很多都结婚的，差不多都是在学校就开始认识男朋友，毕了业就结婚的，很多都是嫁给医生嘛。以前我们在实习的时候就很多那个实习医生嘛，其实我们都很好啦，只是在我来讲的话，我可能玩心比较重，从来都不会去想到要恋爱这2个字，还有就是一个家庭因素，背负着家庭的经济，所以我就是一直想我要赚钱，要改善家里的生活。25、6岁了嘛，家里的人也急啦，你同学都当妈妈了，你还在这边晃，妈妈就开始看有没有好对象啊。我就跟他讲一句，人家好对象都被选走了，我能学什么？所以那时候就认识啊，就结婚了嘛。结婚的时候才发觉到我不适合婚姻呢、真的。本节目由 ZOS 赞助播出 ，ZOS 软胖护不分长短1499。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有事，来喝杯酒。那欢迎来到人生小酒馆。那这单元最主要在分享一些有感触的人事物的故事。我是你的人生好伙伴，我是小欧。Hello， 我是 King。嗨，大家好，叫我陈爸妈也可以，叫我张丽英也可以。后来怎么会想结婚？年纪也大了嘛，25、6岁了嘛，家里的人也急啦，就认识正明的爸爸嘛，就结婚了嘛。他们家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我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讲他爸爸很多的事情。我先生他不会把这个事情藏着啦，他很坦白的跟我讲他爸爸的个性是怎么样，他以前怎么样跟他爸爸吵架，怎么样跟爸爸不和什么的，他都有跟我讲。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婚姻？我结了婚以后，我才觉得我不适合婚姻，因为我从以前我就打定我不结婚的人，我从很早我就一直觉得我不太适合去走入另外一个家庭，因为妈妈也是说那就快点订婚快点结婚嘛，所以结婚了以后我没有跟他爸爸办结婚手续，我也没有去入户口2年。是担心会反悔吗？还是不是反悔，我只是觉得说不需要那个手续我没有穿白纱哦，我跟他爸爸2个就是订完婚，我跟他爸爸2个人去阿里山玩，回到他们家，他阿公请客，就这样子结束了。就说要去办户口，我说不用办，过一阵子吧。就这样一拖2年，一直拖到我先生的哥哥一直在讲，哎呀，都2年了，你也户口去办一办吧这样子，我说抽不出时间嘛。阿伯就说都下来的好啊我说就没有啊，每次回来都是礼拜天啊，人家公务机关也没上班啊。他就说请一天假回来办一办这样子，所以我的结婚日跟我的结婚证书上的日期是不一样的哇塞，好前卫哦！对啊，我这2年以后才去办了，办完了以后，他的阿祖就是一直问这2年之间，我一直都没有怀孕，我也不怀孕，我就是一直避孕。人家会觉得说啊，跟谁的呀那样哈，但是我就是不想生啊，我就是不想生小孩啊，所以我就跟正明讲，你不要生了。所以他现在不生小孩，是我占最大的比例反对他生小孩。你绝对没有看过一个小朋友国小1年级就会一直灌输你不要结婚啊，不要生小孩啊。这真的超前卫的。我以前真的不觉得怎么样，可能是我们现在40几岁了，有时候你在外面啊遇到朋友啊，生意上会有往来，你就说啊你结婚了没啊，你生小孩了没啊，大家都会问嘛，你都没有在生小孩哦。我说哦没有啊，我妈从以前就跟我讲叫我不要生，大部分没有人会接受啦。他说你妈这样跟你讲，我说对啊，我从小时候我妈就这样跟我讲，我后来才发现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超不正常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种观念，我为什么要结婚？我同学有好几个也没结婚的哦。是什么契机让我觉得不要结婚这样子是吗？跟不要生小孩。第一个是觉得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嘛，第二个呢就是觉得说结婚了还要去另外一个家去服侍人家，以前的老婆就是要不能去上班啊，要在家里烧饭洗衣服带小孩啊，我又不喜欢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跟他爸爸认识的时候我就讲了，我告诉你我一定要上班，结婚以后我一定要上班，我不住你家里，可以的话才来，不行的话就不要。哇塞所以我一结婚我就出来啊，没有在他家住过，生产的时候回去而已。嫁到他家超后悔的，我原本是结婚的第2天我就想回来了。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不愿意去讲给别人听他们家是一个很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家庭，他的阿嬷我婆婆是一个很会忍气吞声，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婆婆，我很尊敬她，但是我无能为力。为什么？因为我公公是一个很强势的男人，从小就念书嘛，念，然后
要当老师嘛，他的观念就是家里一定要生男的。我先生跟我讲的，他爸爸看钱很重，进到他的口袋你别想拿出来了。我看到我婆婆，为什么我觉得她可怜的原因就是说，我婆婆在跟我公公要钱买菜，我觉得如果是她是我妈妈的话，我就冲上去打我爸爸了。我婆婆在1楼，我公公在2楼，我婆婆这样子上去跟他拿钱买菜，被他骂到狗血淋头，从楼上哭着下来，下到楼下，我公公从楼上丢200块下来。那他买菜不是买给家里面吃的吗？对啊，然后我婆婆呢眼泪含着一直哭，就捡了那个200块捡起来去买菜。要是我的话，我就把那200块丢了，我就不要。所以我就是一直认为我要自主，我一定要赚钱。再加上因为我从小就是看着我妈妈没有钱让我念书，我也很痛苦过啊，所以我就一直认为我自己一定要有钱，我自己一定要会赚钱。我要是不会赚钱，我以后就是跟我婆婆一样。我昨天还在讲嘞，我说我真的好可怜。现在想起来，我从民国62年一毕业到现在，从来没休息过，上班上到现在还在上班，读书读到现在还在读书。62年，今年都113年了耶！你看我读了几年的书，怪脑袋还那么灵光。对啊，不好骗你啊！你要骗我的把戏我都知道。我被他阿公也教乖了啦。我的人我不会去跟人家吵架，我一直认为我尊敬你是长辈，是我先生的爸爸妈妈。你问证明，我从来没有跟我公公吵过架，但是我公公很怕我，我不讲话，我也不吵架，我就是走人。吵得大家不是两败俱伤吗？大家都很难看嘛。你有什么讲我不对的，我就放在心里，我改就好了，就这样子。那他爸爸不是啊，他爸爸就是跟他阿公硬干，一个人拿扫把，一个人拿畚斗，从楼上打到楼下。他们家的男生都是这样啊，跟我公公就是一言不合就打架。我就看到那种家庭，我就觉得说，我的家庭不是这样子的家庭啊。你让我去适应这一种这样子打打闹闹、吵吵闹闹的，我也没办法适应啊。那为什么当初会愿意踏入这个婚姻呢？你没有一起生活过，你怎么知道呢？我去你家都是做客嘛。所以刚刚讲的这个嫁入之后的体验，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这种经验。跟他爸爸结婚，1月1号请客，1月2号一大早，他阿公就把我叫到房间去。他怎么跟我讲？我那时候就打定说，我不要去登记，我绝对不要登记。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2个结婚，我花了30几万，30几万就是买黄金啊，买什么哈，这些还有修房子啊哈，花了这么多钱这样子啊，这个钱你要出。我新娘子他不敢跟他儿子要啊，他改来跟我要你说我忍得下吗？我没讲话，他就讲，他说你也不用去上班了，你就在家里啊，准备生小孩啊，烧饭洗衣服哈，给你妈妈倒走。他就说他伯母快要生了，就是帮忙这样照顾他伯母啊什么的啦，这样子哈，我都没讲话。后来讲到后面，他又在讲这个钱的事情，我就问他阿公一句话，我说爸，你装潢几个房间？他说2个房间嘛。他说你1个。然后隔壁1个，我说那隔壁你要留给谁？就说留给我先生的弟弟，以后做新娘房。我就笑一笑，我说这样子，这掐给钱你要分做2份，我1份他1份，你哪有说这个2份都要我出？他说没有啊，这个是为了你结婚我才去借钱，所以你们2夫妻要负责，就是反正要算在我头上了。然后我就说，那你叫我不上班，我怎么有钱可以还你？其实我的思绪是很清楚的，我绝对不会被他唬住的。那我公公就愣了一下啊，然后他就说，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还要回台中上班哦？我说对啊，我要回台中上班呢。我说我婚前的时候我就跟他爸爸讲，我婚后一定要上班，我还有一个妈妈要养，我就直截了当跟他阿公讲了啦。我说我还有一个妈妈要养，我不可能我妈妈我不要养，然后我养你们家嘛。所以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爸爸讲了一句话，你家的事你负责，我家的事我负责。从那个时候就这样子，所以他爸爸赚钱没有交过1毛钱给我，我真的没有说假话哦，我没有拿过我先生1毛钱，他爸爸没有赚钱养过我们啊。所以小朋友的所有的费用都你出？都出，买房子我的，买车子我买的。哇塞，出门开车是我妈开的，好凶哦！吃饭餐厅是我付的，出国我妈付的，真的啊，都是这样啊。我还带我妈妈出国啊。他爸爸如果说要回罗东，我就跟他讲，你自己回去，1个月我可以跟你回去一趟。但是我们每次回去那个气氛就很不好，我婆婆就很高兴我们回去啊，她就会要去跟公公拿钱买菜啊，那我公公就开始发脾气啊，拍桌子啊什么的，就反正搞得很难看这样子啊。那后来呢，我就塞钱给我婆婆，我说你不要再去跟她拿钱，我说200块我给你，你就拿200块去买菜，用胆的你也个 Q， 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我看到那样子，我真的我就跟她讲，你不要捡了，你捡那个钱干嘛？可是呢，我婆婆就是那种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嘛，所以呢，她就忍辱负重。那我公公也很看不起我婆婆，都说她没读书。那你当初如果条件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去
去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就是当老师的，对不对？你能力也有问题吧？我不是说我看不起他啦，只是说我觉得说你应该要尊重你的老婆，你老婆帮你生了那么多小孩，前前后后7个小孩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那你又为了要生儿子，你叫我婆婆一直生了5个儿子，现在哪一个孝顺？我妈妈也一直灌输我观念，就是要赚钱，你自己要赚钱，你绝对不能靠男人。因为我妈妈就是认为我爸爸很早就过世了嘛，他也没有靠男人过，就是我们后来出来台中，就是自己很努力的在赚钱啊。想不出来我们这样子5根针拿着穿那个珠子啊，珠的皮包有没有？我们就这样子一个晚上穿天亮，缝那个衣服的这个边边。过年哦，一个晚上缝天亮，缝一件多少？2毛钱、5毛钱，就这样子累积起来的啊。过年啊，包糖果这样子，哇，那包糖果超好赚的，一面包一面吃。因为可以少花糖果钱啊，我们根本就不用买糖果啊。所以我妈妈给我的观念就是说，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能力。我妈就讲了一句话，我给你读书读那么高，你自己再不会赚钱，你还要再回去你们那个家庭这样子烧饭洗衣服，那你当初就不用念啦。我很早就叫你不要念书啦，我就一定要赚钱，要赚钱，要赚钱。他爸爸没有拿钱给我，我都无所谓。台湾人就是这样子嘛，你一定要结婚要生小孩嘛。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是因为经历的情况跟其他的人不一样，所以我很早的观念我就认为不一定要结婚啊。我今天赚的钱比我老公多，我为什么要拿他的钱？然后呢，他拿的比较少给我，搞不好他来跟我讲说，我每个月都高利啊，你都没钱给我，对不对？然后呢，他可能呢要一笔很大的钱，那你说呢？你可能只有拿给我5万，那你今天要跟我拿10万，我要不要给你？我要啊，我不给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委屈啊。我赚钱就给你了，你为什么我跟你拿钱的时候都不给我？所以我很早就跟他爸爸讲明了，你的事情归你的，你们家做什么事情都是找你，我呢我家，然后呢我们的家我负责。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之前讲那时候择偶条件要找一个会工作的女生，一定要会工作，一定要会工作的女生。我可能就是因为我跑的地方多，我出去看的人也多，但是我看到不幸福的婚姻可能比我看到幸福的婚姻还要多。我的同学到了50几岁了才来离婚，什么都没有，净身出户，她老公什么东西都不给她。你从以前就没有工作，你现在怎么办？回娘家人家也不要啊，你弟弟你妹妹干嘛要养你？那时候我妈妈的观念就是说，你一定要工作，你不会赚钱，你以后很可怜，跟她阿嬷一样很卑贱的要去捡那个200块。我如果是今天这样子，我妈一头撞死。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们就是不让老婆去工作，等到老公偷吃外遇了，女人也只能包容。因为什么？他不能离婚，他一离婚就没有工作，没工作啦。所以我不怕他爸爸在外面偷吃啊。以前他爸爸也外面有过，他们一直跟我讲，妈妈你要离婚，他们都鼓励我离婚哦。我有一个冲动的时候我就离婚了，但是我很冷静的去想，我就跟正明讲了一句话，我说我今天离婚的话，你们跟着我，势必我要再去请一个保姆进来家里烧饭洗衣服带你们，因为我工作很忙，我没有办法照顾他，我整天忙着赚钱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很多事情就是很多面去看这个事情啊。我说我今天为什么不离婚？我为什么要保持到这个婚姻在？我说我不是怜惜你爸爸，我也不是很爱你爸爸。我嫁给他爸爸，他爸爸唯一的好处就是烧饭洗衣服都是他做，我都没有做过这个。我跟你讲真的，我嫁给他，我连荷包蛋都不会煎，米怎么洗我都不知道，都是他爸爸做的。他爸爸煮饭超难吃啊，煮饭真的很难吃，米都不会熟的。刚过完年嘛，年夜饭那天他说吃什么？自从我爸中风这10几年来，大部分就是吃餐厅，然后真的想不出来就什么煮火锅。煮火锅。他爸爸去印尼1年，那个1年都是煮火锅，每天吃火锅。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跟正明讲，我说我势必一定要再花一笔钱去请一个保姆进来。我不是请不起，但是我如果今天不离婚，留着你爸爸，我不用花钱去请人啊，我就留他在家里烧饭洗衣服就好了，对不对？他至少他还会赚钱嘛，我才不管他在外面偷吃怎么样，那个跟我都没关系。我想了很久很久这一件事，我也会气愤啦，我也会懊恼，我也会生气啦，但是我没有掉过一颗眼泪，我觉得不值得。他也会去买菜啊，他超爱逛菜市场的。我爸很爱煮饭，他很爱煮饭，每天可以煮一桌的饭菜给你吃哦。他最大的快乐就是逛菜市场，然后你一定要回家吃饭哦。有时候吵架，我就说你不要煮那么多，你煮那么多都浪费。他爸爸就顶我过，我煮给你吃，你还嫌不好。有一天没有我煮的时候，你看你怎么办？这样子，我说哦，很高兴，我可以吃餐厅，我可以买自助餐，我爱吃什么吃什么，我不用你煮。
我以前爸妈吵架的时候，是我妈拿菜刀要砍我爸，我爸躲在厕所里面。夫妻吵架总会唠狠话嘛，有时候爸很生气，就说我就放火烧家里啊，因为我妈不是有开车嘛，我妈车停1楼车库里，我妈就下去拿打火机啊，我现在点油箱啊，我爸吓死。我说要死大家一起死，你认为我不敢，我做给你看，你下来，你从楼上下来，我点给你看。你知道吵架最怕遇到就是疯子吗？我所以以前我们小时候看哇，可以这样吵架我爸最后就只有认命，因为他就只有煮饭这件事赢得了我妈。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被剥夺，如果再被剥夺下去，在这个家他真没有在家里没有地位了。刚有提到嘛，就是 King 的爸爸，就是有中风，聊一下，就是说面对中风住院这么久，这个心情。他爸爸是民国94年11月21号倒下去的。他其实在中风之前，他就是心脏肥大，然后血压很高，3高啦。然后很多医生都一直警告他一定要吃药，也要吃药，可是他死都不吃药。为了这个事情，我们也吵过很多架。他爸爸说他要一口气就走，他不吃药的原因就是说，万一他中风，他就是一口气就要走。然后我永远就是告诉他，你在我手里面，你走不了。他上夜班，他那时候当警卫班班长，快11点还没回来，我就觉得不对了。然后一下子电话就到了，学校是告诉我他跌倒了。然后我去看的时候，我一看他就躺在那个门旁边，叫119把他直接送医院。我看这个人是要放他走啦，我知道那个状况不是很好，因为这样子的话醒过来就是一定就是瘫。那时候郑明跟他弟弟都有来嘛，进去照 X 光的时候，我就站在那个旁边那个门那边，我就听里面在讲话。那个 X 光师就是说，哇，那个脑袋全部都是血，这个会活才奇怪嘞，这样子。那我就心里有数了。出来的时候，医生就问我说，你是护理人员吗？哈，那我就老实跟你说，你口袋有深吗？他说你是口袋里面有几亿。我说我连100万都没有，我哪来的几亿？他就说那你要放手让他走。他说要不然你以后很可怜，你2个孩子也会很可怜。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这样子进 ICU， 他能活就活，视状况而治疗啦，就这样子。然后第2天的时候，医院就打电话给我，就说不会呼吸了。不会呼吸的时候，我就说先插管，因为我还没有跟我婆婆跟我小叔他们说他爸爸的状况，所以我就赶快打电话。我婆婆他们上来，跟我小叔他们上来看完了以后，我就预定他们看完了以后，我就拔管让他走。他们看完了以后就跟我讲，兄弟多嘛，就很多意见嘛。这个说不行啊，不能在桃园医院啊，要送长庚啦，一个要送长庚啦，一个要送马街啦，一个要送三总啦，一个要送国防啦。你说我要听谁的？我只有自己拿定主意嘛，因为我之前我就知道他一定是状况不好的嘛。我就跟我小叔他们讲了一句话，你要送长庚要送哪里我都 OK， 但是我请问一下，你说要送长庚我就送长庚，那你要去顾，你要送国防我送国防，你去顾，我是没有办法顾哦，我要上班哦。结果大家都不讲话了，就说好，不讲话就是在这里。后来他们就走了以后，医生就跟我讲说，插管都插了啦，呼吸器也一直在压了啦，就这样子好了啦。然后呢就发高烧，他烧到40几度，放身上全部都是冰块。医生就说看起来他状况没有我们想象的不好。到了第14天他才突然间醒过来了，烧也退了。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惨了，他每天在 ICU， 我每天去嘛，拉他的右手他完全没知觉嘛，只有左手跟左脚有知觉。我就说完了，这个人以后就是半瘫嘛，就开始做复健嘛。医生也是建议我要做复健嘛，然后要做气切嘛。在做气切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做，医生说不行，你一定要做，你不做的话他不能呼吸。我说他会呼吸，他要活他就会呼吸。那医生就说那万一他不呼吸呢？我说不呼吸再来切啊。我说不呼吸再来切啊，你把反正东西放在这里嘛，对不对？那医生就说你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做事啦。我说你听我的，他一定会呼吸啦。然后医生就说好吧，你就拔掉吧，看他会不会呼吸。他真的不会呼吸啊，因为已经呼吸器用太久了，所以他不会自主呼吸。然后医生就说你看没穿裤呀，没穿裤呀这样子。我说他会，我就从他的那个脸颊打下去，跟他讲你快点呼吸，你不呼吸就死掉。我打了他2下，他喘了一口气，会呼吸了。这个什么原理？这什么原理啦？对啊，因为
为他忘记怎么呼吸了。可是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点忘记他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开始就做复健。在做复健的时候，那时候郑明刚好在做头发，家里没有人可以帮忙，弟弟在上班，想了很久啦，因为可以在医院的时候就是我姐姐会去帮忙嘛，然后我下了班我就去照顾他嘛，晚上我照顾，我白天我姐姐照顾，那个都 OK。 后来就是医院不能住了，回来了以后就糟糕了，没有人带他去做复健，那时候我又不能够申请外劳，那我姐姐也没办法，所以我就跟郑敏商量了一下，妈妈的薪水一个月6-7万块，你的薪水刚做头发也没什么生意嘛，我说这样子啦，你要不要跟你们老板商量一下，你早上带爸爸去做复健，中午过后你就去上班，然后妈妈载你去坐车，你就去上班，然后晚上你回来我就去大溪载你回家，然后早上你带爸爸去做复健，用我的钱去换你的钱，哪一个比较划算？当然是用我的钱啊。我说今天如果我带爸爸去的话，我们就没有6-7万块钱的，然后呢你一个月才1-2万块钱，我说怎么生活？我宁愿你没有钱没关系，我来负责。所以就这样子，我也跟很多的朋友讲我的心路历程，我说我一辈子最感激的就是我的大儿子，我常常讲到这样子我自己都哽咽。我说没有一个儿子愿意这样子带爸爸在做复健，他宁愿牺牲自己带爸爸1上午去做复健，回来饭吃一吃，我赶快赶回家，车子载着他到大溪去做客运去中和，晚上打扫完了坐最后一班车回来，我去大溪交流道带他回家，好了弄一弄澡洗一洗睡觉，第二天早上7-8点我又把他挖起来带爸爸去做复健，24小时只有睡觉的那个8个小时而已，他都没有休息。然后有时候我姐姐他们会说你都比较疼他，你都不疼老二，我说我不是不疼老二，我为什么会比较疼郑明的原因，我说他有办法跟我沟通，我讲什么他听得懂，他知道妈妈的辛苦，他就这样子带他做了1年多，直到我的外劳来。所以我说我今天我儿子如果有困难我一定要帮忙的原因，就是我看到他在爸爸生病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挺我，虽然爸爸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但是他看在妈妈的份上，他知道妈妈的辛苦，他今天做这个事情是为了妈妈，不是为了爸爸。真的，我说我这一辈子很感激他懂事以后去学做头发了以后，头发以前那个不要讲了啦，那个要当黑道老大的事情那个就不要讲了这个后面呢我觉得说他改变了很多，他要出来开业我也说好，我有多少钱就给你去开业。那他要开业也是因为爸爸生病了，他知道妈妈需要用钱，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说妈，爸爸现在这样子，我出来开业好不好？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他说没关系，我从跟人家租2张椅子开始。我说2张椅子怎么租啊？2张椅子你怎么做啊？你的客人从哪里来？我也担心啊。然后他就说1个月多少钱啊，这样子啊。然后那时候就先叫 Yuki 做嘛，那时候他还在另外他老板那边做嘛。他说至少做了以后万一有赚钱，妈妈你也比较轻松，爸爸要花那么多钱。我真的我为了他这样子，爸爸在生病的这个期间他这样子让我真的心里很感激，说还好我有生这个儿子，我今天没有生这个儿子的时候我怎么办？但是我为什么会叫他不要生儿子生孩子因为我觉得他不可能生出一个像他这样子外劳来了就帮了我的很多的忙，那郑明也搬出去台北住了，我也觉得说让他发展他的事业才对。有外劳的时候他还是住家里啦，每天回来的时候看看爸爸看看妈妈OK， 爸爸也很高兴。那时候爸爸已经清醒多了，而且做复健做的已经会走路了，大概复健2年了以后才会走路，然后后来会爬楼梯上楼，会到2楼睡觉。我也很感激我那个外劳，我那个外劳是很尽力啦，他知道那些复健老师跟我很熟，所以他也不敢偷懒，所以他很尽力的在带我先生这样子。后来我的外劳回去1年多，那个时候我就真正的把工作辞掉了，我就在家里带我老公。那时候郑明也在台北了。到了111年桃园大淹水，那时候郑敏在家里，淹水淹到那个车子开不出去嘛。大淹水的第5天，我先生第2次中风，因为淹水没有办法从楼上下来，所以他就没有去做复健，因为他每天去运动嘛，所以没有运动，结果就塞住了，就认知的方面就塞住了。塞住了以后就很乱，就开始有一些不吃东西啊什么的，就看慢慢的在退化了啦。到最后就是要用鼻胃管嘛，这个之间呢都是我自己带，我也工作辞掉了，钱
的方面就是证明要支援妈妈嘛，真的没有钱我就说证明我没有钱了，你要支援我一点这样子。那一直到后来我朋友又叫我去上班了，所以呢我又把那个外劳请回来。外劳请回来的时候，我先生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时候就是大小便啊什么都失禁了。这个之间呢，我会不会很后悔去把他救起来？其实痛苦的是他，不是我。还没有第二次中风之前，他说话说不出来，但是他会写。淹水的时候他还画一只兔子，我说什么东西，他一直说后面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后面是什么。后来他画出来我才知道他养的那一只兔子在后面，所以我赶快说证明你赶快啊，你的兔子在后面啊，爸爸画出来了。那一段时间我也在他的面前也跟我先生发过脾气，我跟他讲你以前怎么对我，我觉得说我也要吐那一口气嘛，你今天这样子是你自己做来的，医生叫你吃药也不要，这样也不要，那样也不要，我说你说你要一口气走，你在我手上，我张丽英不会让你走的。那时候有一点报复的心理耶，你不是外面给我养女人，我说要不然你叫那个女人来照顾你啊，他就一直摇头。他爸爸这样子一路这样子生病，我就是这样照顾他，可是后来就是看到他真的越来越衰弱了，从开始会认识会走路一直到不会走路，会吃东西到不会吃东西这样子，然后到最后我自己脊椎骨我腰椎就受伤了，我搬他搬不动了。刚好我朋友看到我这样就跟我讲说送护理之家吧，你不要这么辛苦，送护理之家要那么多的钱，我不要让我的儿子有任何的负担。还好就是我朋友跟我讲说可以申请政府补助啊，我朋友叫我去上班，你上班就陪着你老公，你上完班你就下班就陪你老公，这样子你也看得到，你也安心。带他来护理之家了以后才开始上班，上班了以后就是看着他一天一天的衰弱，一直到最近脑神经内科的医生联络，因为我先生的心跳只剩下44，每天的心跳就剩44，就是等于心脏快没力气了啦。我就问他说那这个状况怎么样，他说要不然就是看心脏科，看能不能吃药让他心跳再回来。我说不要了，就让他这样子走吧。昨天才在讲19年了，这一段时间真的也辛苦儿子啦，然后最辛苦就是我先生他自己，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啦，就是这样子啦。那 King 呢，你有什么话要对妈妈说的？千言万语不如一个手势。我觉得从小到大，其实我蛮庆幸有一个这样子的妈妈。到现在40几岁了嘛，你再回过头看你的处事观念啊，思考事情的方面，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妈妈从小给你的观念。我妈妈其实是一个很民主，然后也不是一个传统这个不传统的女人，我们的观众都也知道，所以她也教出一个一般人看我对也是觉得我比较很奇怪的儿子，就是你怎么会这样想？你怎么会这样看事情？我觉得我在我妈身上学到的一个东西，其实只有一个负责这件事情。外婆搬出来，外婆也不是没工作啊，除了家庭代工，白天还要卖冰嘛。妈妈也是从小看到家里面这样子，她也觉得要对这个家负责，努力想要赚钱嘛。结婚之后也是要对这个家庭负责嘛。有来我们家做客过的朋友，其实很难适应，就是我跟我妈讲话的方式，因为你会听在讲这种大逆不道，动不动在家里聊谁什么死掉啊，什么你死掉要怎么判啊，什么你说我妈疼不疼我们，她也非常疼，她也没有因为觉得家庭不好，然后你们两个也姓陈，对，那是你们家的事情，老娘要去过老娘自己的生活，也并没有。其实影响我最多是最后我爸倒下去那个时候，其实你刚刚可能听我妈讲好像谈笑风生，可是其实这中间其实我们也争论过很多次啊，叫他给我爸走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访问小博老师的时候有讲嘛，久病无孝子，这个是我确定的，就是你会有一段时间你会怀疑的，他就没知觉啦，他也没感觉啦，他也不认识你啦，他也不认识你啦，你到底还在意什么？可能很多人会听起来会觉得哇，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不孝顺。可是其实你没有办法理解的是，他就是只能躺在那边。可是你有另外一个活着的人，我妈每天要这样扶他，我妈比他小只呢，然后你就觉得你是拿着一个好的人，被他折腾到可能连你都出问题了。如果站在理性来看的是这样，可是我妈那时候其实还是跟我们讲，不能这样子啊，他毕竟还是你爸，当初不是已经讲好了吗？他活下来就是我们的责任啊，就是你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过。可是我妈还是用负责的态度来告诉我们，既然他都这样子，他也选择活下来，我们还是得为这件事情负责。你这辈子也做了很多对不起妈妈的事情啊，让她操心啊、担心啊，就是一句啦，爱你啊。谢谢儿子。我觉得再怎么讲都是比不过这一句嘛。那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想录这一集，那时候也是跟小欧开始主持这个节目。那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们不可能平白无故在做一件事情。有一天我就花了一整个晚上把我们做过的这些东西拿出来看。那时候我就跟小欧说，我想仿一下我妈。那小欧说，
好像不错，可以哦。因为我有跟小欧讲，我的想法是，人生在世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一个记录来的。那天想跟我妈说，我找你来上节目，我来访你。那我妈说，你访我干嘛？这又回到我们家庭的特色。我说，我们两个啊，不知道你先走还是我先走都不知道。往往就这样子嘛，这个是世界上世事难预料。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好好的把一个我们聊个天、相处过的一个片段记录下来。这个也是我这一阵子做完节目，我发现一个影像跟平面都是在做记录的。可是我觉得用影像制作好像可以更有一个意义价值存在。有一天我可能先走啊，你可能还是可以打开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来看看，当初我跟我儿子在聊天啊，讲话啊，这也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今年可能会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是，既然我们都知道影像是一个记录的本质存在，那我们也在今年会规划一些不同的项目，然后到时候也可以跟观众朋友一起去做分享。还是谢谢妈妈啦，谢谢你们大家啦，有你真好。因为那个时候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讲传统妇女嘛，传统妇女一定都是指一个年纪以上的。那我觉得要找到这个年纪，但是却又很开明，很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我其实很想知道说，你到底是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跟现在的年轻人完全没有什么不一样，甚至比年轻人还要更前卫，更前卫。对啊，我就觉得哇，好酷哦！我觉得这一定要聊，这个真的是可以带给很多观众很多的刺激。所以那时候他提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是第一个我的感触。我们频道一直希望，我们频道有2个宗旨，一个是温度，一个是力量。有一些人他其实是现在一个回圈当中，他需要有一个人给他一个力量，告诉他你可以尝试走出来试试看。那很多的那个观众有私讯给我们，他们有几个都有说谢谢你，因为我现在就是历经了这件事情，我看到你们这个东西我会很有感触，谢谢你们给我力量。那我觉得我想要离开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很棒，就是力量的这一块。那温度就是说，我也希望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在讲快乐的一面，因为你打开 YouTube， 其实大多数人看的都是快乐，但很少人在聊的是这一种跟感情有关的。我相信感情再也没有一个比访问妈妈来的更有温度的谢谢啦，谢谢啦。怎么这最有温度了吧？你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当然留存下来，哪一天翻开来，至少你还会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聊了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谢谢。成长的过程里面，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心路历程啦。成长最多的其实是嫁到他们家，你可以看到那一种传统的家庭里面的无奈，要去适应这种家庭，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你才有办法去适应，否则你早就被打倒了。尤其是他阿公的那一种方式。我生他的那一天是中仁中义分割的那一天，民国68年68年9月9号，全家都是在看中仁中义分割，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那个病床上。他们没有去看你，他们要回家看电视比较重要。重点是我爸还在家里看中仁中义分割。结果我生出来的时候是男生，他阿公第一句话就回去煮猪肝汤。我大嫂生女儿回去没有猪肝汤可以吃，那种家庭的压力有多大你都不知道。然后生完的他阿公来的第一件事情要看他的手掌，你阿公是断掌，所以他要看他有没有断掌。阿公认为跟他一样啊，这是他家的种啊。我跟你讲，真的传统家庭就是这样，他看到他的手是断掌，笑到不行哦。这是咱陈家最后这个爸爸赶快。我从小在家是横着走的。对，他真的是横着走的啊。那你觉得人生活了一个72年，我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遗憾呢。我跟你讲我到40岁的时候，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我就认为啦，我应该活不到55岁，因为我妈是肝癌过世嘛，所以我就一直怀疑我会有遗传。到了55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活不到60岁。然后人一直诅咒自己死的啦。不是诅咒自己死，那个是在准备。在57岁的时候我就办退休，我觉得说我可能在60岁之前只剩下2-3年可以好好玩一玩啊。结果他爸爸就中风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照顾他爸爸嘛。60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可能也活不到65岁吧。可是65岁过了以后，活到70岁，太可怕了吧。
就觉得自己会活到70岁太可怕了。而70岁过了以后就觉得哇天哪，日子怎么过得那么快啊？眨个眼就71岁、72岁了，还是会有遗憾呐，没有办法陪妈妈久一点的时间，让先生健康，慢一点中风，不要那么早中风。可是他偏偏在50岁的时候就中风了嘛。你的人生过程里面的小小的遗憾呐，到了你72岁了，你还能要怎么样？你也没有办法干一番大事业了吧？就是为自己好好的活，就是这样子。好，那因为今天我们这一集比较特别，我们就是在聊一个亲子的一个对话。那如果说你对这一集有特别的感触或特别的想法的话，也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或者是你对这个单元有任何的建议，也希望你 IG 私讯我们，让我们知道。那华哥的 Fuck Life， 看面对人生抉择是勇气啊，那我们就下期见，拜拜，谢谢啦。